朋友们，这是星途的 EX7啊，这个满满的筆記已經做好了，裡邊全是信息點啊。那和大家去分享一下，這台車呢，其實為什麼叫 EX7？因為現在星途已經梳理他們的命名體系了，所有的轎車之後都是 ES 系列，所有的 SUV 就是 EX 系列。所以這台車呢會在北京車展之前4月份正式上市，明年呢還會有 EX8等等不同的車型啊，大家真的是可以期待一下。而且這台車在技術特點上有所升級，比如說它現在是用到了 EMB 的一個線控制動。那這個制動呢，它最大的好處就是它的效率提升了。那現在它的100公里的剎車的距離是33.9米啊，這是一點。第二點就是為什麼現在很多品牌都要做這個線控制動呢？就和都要做這個線控轉向一樣，因為接下來的 L3去做準備。因為 L3的時候你需要讓整個車的反應速度會更快，所以就是線控就會替代一些以前的液壓呀，或者說油壓的這種策略啊。所以包括像星途，還有說理想，還有很多新勢力都已經開始做明顯的轉變了。這個至於好用還是不好用，這個之後吧，我們再去和大家去分享啊，動態試駕的時候分享一下。當然，在底盤硬件的素質層面，什麼雙叉臂啊、後五連桿、空懸 CDC、全鋁底盤，這些都是這台車的一個常識性的東西了，都會有。所以硬件的素質還是在的。畢竟之前這個車的前身就是新紀元的 ET 嘛，那現在只不過說改名叫做 EX7了。當然在外觀啊、數據啊，還有一些配置層面上還是有所變化的。那現在它的車長4998，軸距3.9米，但是車高是突破1.7米了，現在是1710，所以你從側面來看的話會更高一點點啊。那這個是它的尺寸數據上的一個變化。那直接的競爭對手是誰呢？就是領跑的416，是吧？那在外觀顏色上，現在是6個不同的顏色，除了常規的黑白灰以外呢，就是紅綠藍。那這個綠色看上去還是比較有質感的，大家覺得好看嗎？啊，這個綠色它是發深一點點的啊，就這樣，還是比較有質感的。那在造型設計上呢，再多說一點，它在輪毂的這個地方，它是有2個不同的輪毂的樣式啊。然後這個紅色卡鉗，你之後如果說在大街上看到這台車了，如果是紅色卡鉗，那就是4驅；如果說是原色的那個銀色的，那就是2驅啊，這是不一樣的地方。好啊，當然剛剛所說的這個線控制動呢，它只是在頂配車型上才會有。那如果說是入門和中配，或者說次頂配，這些全都是6活塞的卡鉗，只有在頂配會有。而且你去看這個，它就是一個線控制動的卡鉗啊，它整個的尺寸會做的稍微小一點點啊，這是一個區別啊。還是說效果嘛，看療效，這個之後再說吧。頭頂上方的這個激光雷達，它的體積稍微小了一點點啊。那其實這台車它的輔助駕駛呢是 Orin Y 的芯片，200算力啊，200 TOPS 的算力，再加上文遠之行的這麼一個算法。那現在奇瑞的算法真是非常多啊，什麼地平線的啊，文遠之行的，還有像這個寶溫塔的都會有啊。這個到底誰更好用呢？其實內部也在去跑啊。那誰更好用，誰規模更大，用戶反響更好，那最後就用誰的。所以我們還是來先看看這個造型設計啊，是整個我覺得流線型啊等等做的都還挺好的。好，那打開後備箱再瞅一眼，整個因為這台車有空懸嘛，所以你看這個地方它的2排可以電動的一個放倒啊，但它後方並沒有給你做一個空懸高低的一個調節啊。然後打開下方還會有一個隱藏的儲物空間，那這個儲物空間呢之後啊，官方也會推出精品的冰箱的這麼一個精品，20升的容積吧，就放在這個地方。看到沒有？這個內飾啊，這個大連屏，這是一個30寸6K 的屏幕，黑邊做的還是比較小的。那整個滑動起來的這種感覺啊，你看 3D 建模，還有說它分屏的這種質感，做的還是挺好的，畢竟是一個6K 嘛。還有說，如果說你打開一個視頻，3指一滑，你看這個滑動的響應性、靈敏性做得很好。當然這一回呢，它主打的有一個功能叫小齊同學當中的這個小齊暢聊，這個和大家去分享啊。你好呀，有 AI 生成的英語小對話，要不要一起練練？它有很多不同的顏色角色，抬槓大師口語，然後這個口語主要就和你聊英文的，然後職業辯手、故事大王、東北老姨。你比如說這個啊，哎，老鐵，小老鐵，嗨，老鐵，那個今天晚上你吃什麼呀？我呀，還沒想好呢。鍋包肉怎麼樣？有沒有？那可太行了，鍋包肉酸甜可口，外酥裡嫩。哎，鍋包肉怎麼做呀？下飯。老姨跟你說，做鍋包肉關鍵得選里脊肉，切薄片兒。不用里脊行不行？咋不行呢？用梅花肉也好吃。口語。肥瘦。嗨，有 AI 生成的英語。banana 是我說的標準嗎？
發音還不錯哦。不過可以再注意一下重音，應該放在第2個音節上 ，banana。再讀一遍試試，肯定會更標準。這次就很標準啦。要是想用，你看到沒有？就是它的这个小七畅聊，其實有點像理想同學上邊的那個小同桌，就你有任何問題全都可以問他。就這個真的是硬控小朋友，別說硬控小朋友了，如果說我平時上下班的話，我還真的挺願意和他去聊天的。所以這個功能還是挺有必要的。另外就是它內置的這個叫做，還是打開小七同學啊，你看 AI 語音有一個 CarMind 的大模型，這個模型有了之後呢，你有任何問題隨時問他啊，這個所以。智能化這一塊，我相信，之後都會朝着這樣的一個方向去啊。那至少現在的這個智能化還是挺不錯的。那大家覺得這個智能化怎麼樣？另外就是整個內飾的座艙，其實用料、氛圍感，這個還是衝着這種舒適感、豪華感去的。前邊的這個高音單元的音響呢，它上邊的這種質感，做的也是挺好的。那現在奇瑞呢和科大訊飛合作去推出來的這個叫做。博雅之音，它的中音、高音，整個的音質還是挺好的。所以就是你看現在國產車吧，它的這種質感做的真的是可以啊。那再回歸到配置上，因為這台車它是一個高配嘛，整個前排、後排座椅的通風、加熱、按摩啊，這些東西全都是有的。後排也有按摩啊，光效、音效、空調啊，音效現在也是支持無麥 K 歌。所以這個就是這台車的一個前排了。哎，我們再去後排簡單看一眼啊。地台也是純平的，這兒呢是有一個冰箱，打開，這是一個9.2升容積的一個冰箱啊，其實能放的水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瓶水吧，就是這樣的一個空間的表現。腿部空間這個真的是很充分了，它的這個3米整的軸距，頭部空間也很充分，我1.8米的個子啊。再有呢，它的這個2排的靠背角度也是支持一個電動的調節，所以靠倒之後呢就是這樣子，哎，所以這個就是這台車了。那它呢是有純電有增程，純電的話，它的續航里程是最多能超過700多公里，然後增程的話是超過1500公里，而且現在它的電池包容量用的也比較大，41度電多一些，然後它的純電續航就是超過200公里了，也就是這個就是這台星途的 EX7。那最後啊，蹲一個價格，我是覺得這台車該有的不管是外表、裡子，該有的一些東西全都有。那大家覺得呢？這個車賣多少錢？